请问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个公园来？这跟你的青春有什么关系吗？那我12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到台湾来玩。我哥哥在台湾读书，毕业了以后，他决定要结婚。那要结婚啊，大事啊，然后我母亲就买了机票。来的时候呢，为了省钱，我父母亲就住好一点的。可是呢，我跟我妹妹呢，就在我哥哥他租的一个房间里面打地铺。后来轮到我自己来读书，然后就很好奇问在哪里，想不起来在哪里。你就不记得那个招待所在哪里？对，我觉得始终是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20几年前，我说存钱的第一个方法买个房子。我那个时候来到这里，我就看到这个公园。那个小孩刚好也出生，这里有房子卖，我就买了。后来就有一次，只有我跟我哥哥2个人在台北，晚饭后没事，2兄弟，我说我们就探险一下好不好？我们来一个 memory hunt，我们去寻找记忆，以前的有什么记忆？车子就乱开到他大概记得一个什么地方，我记得什么地方，找不到，已经不见了，整个都变化太大了。终于说我们走回来这个公园坐一下吧，2兄弟。从巷口一走进来，我发现不对劲，很多回忆进来了。你讲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哥哥也是，不对啊，有几个巷子是对的哦。然后这样，不可能那么巧吧？不可能那么巧吧？一路走进来，后来我们几个的很重要的论据，然后决定，这个公园就是当初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来台湾打地铺的那一个招待所。就是这个公园，我现在不知道哪个角落是你躺的地方，你很多都躺在那里。哇！我们2个毛骨悚然。然后我说毛骨悚然太恶心了，这个应该是自己鸡皮疙瘩，对，太兴奋了。我说应该是什么热泪盈眶啊。然后你买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就是那么神奇，就是那么神奇。这已经是天注定。然后呢，以前看这个公园，我只是单纯说小朋友可以出来跑一跑这样子，给他累了回去睡个觉也很好。现在我看这个公园又不一样了。对。太棒了，谢谢你带我这边来，然后你还要带我到别的你青春的时期。好，那走，好，赶快走。哇，你可能睡在这里。地方变了，但是周华健没有变。大学同学都来了，所以他们会讲一点年轻的事情。不能讲太多了啦，他只要叫我在隔壁就行了。好 ，OK。你在写什么？我在写，等一下要自我介绍，我先说我先写一下。今天来这边是有什么任务？报一些华健以前一些糗事，尽力回忆一下我们40年前的话。你看得见吗？看得见。你隐形眼镜到底是多少度啊？也没有了。你是什么？是老花。老花是不是？我就所以我就戴啊。也因为这次演唱会，所以我才特意去弄一个说那个叫什么，也不算硬性。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有4位，这个到现在还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是的，都有联络的。为什么你们可以保持这么久的友谊呢？说不上来，最主要还是当初其实也没有说要挑哪一个是自己的好朋友、好同学。我没有想到后来有一个是当的那个是眼科的，然后我现在老花什么都找他，有一个后来当的整形外科。我没想到后来找他拉皮啊，我当初真的没想过的，当然也没有拉了，我还留着。我留着以后的机会哈。好，让他们讲一讲你好不好？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不然的话以后你朋友都没得做了。好。其实华健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可是他特别有女人缘。有女人缘是吧？他特别有。你眼科的。你会不会很羡慕他？哦，没有，他也不赖。我是华健的数学系的同学啊，他那时候会骑着他一部很破的这个摩托车到处赶场，为了1个小时就200块的演唱费，是。但后来去听了以后，他其实1个小时都有半个小时在调音。真的，你还记得？一首歌大概3分多钟，1个小时，一共有12个5分钟。我规定自己数学还不错。我规定我自己只唱12首歌，
我觉得我超过12首歌都是赔的。然后呢，在民歌餐厅一直有一把很破的烂吉他，这把吉他每唱一首歌，它就音就跑掉，所以顺理成章就用那个调音调到5分钟。华健，我们俩坐下来听啊，这患难中的朋友讲。是，你不要太激动。OK， 患难中朋友。他对待人处事方面比人家早熟，很贴心。然后现在呢，比别人年轻。真的是。这怎么还呢？你认为你自己的青春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3岁的时候，我哥哥带了一把吉他，从台湾读书这里，他带了暑假回香港的时候带了把吉他，玩一玩就学一学这样子，哇，就每天无日无夜的，就开始妈妈就骂了，啊，你读书有一半的用功就好了，这是肯定的了。那个时候根本也不会想说，啊，原来我爱唱歌爱到什么地步。我记得轮到我自己到来台湾读书的时候，其实我吉他都没有带来。我真的你是认真来念书的。来念书的。然后过了第1年、第2年以后，国语也进步了，有交到朋友了，然后整个生活就已经沉淀下来了。然后父母亲来台湾看我的时候，就把我的吉他带来。我吉他打开，我拿起来，我就从那个晚上一路弹到几乎天亮。看到一个牌子，音乐与人，黑胶咖啡，黑胶唱片。对，我们这一行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来，请进。寻宝的日子到了，寻宝的黑胶唱片。哦，我的天，我的。啊！哎呦！哇，学生之音。我的天，他们怎么会找到这种？为什么会有张艾嘉的名字在上面？天哪，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美国回来，英文还可以了，然后就帮他们听歌词，然后所有的歌词就印在后面，对，就印在后面，印在后面，然后我就进入了我们这个做 DJ 的工作。你知道吗？我哥哥暑假就买了一堆这样的唱片，带回香港给我，然后呢，学很多英文。就是从这里。当时我听最多的那一张，因为它一个系列嘛，就是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搞不好是翻的。那个还是电影主题曲。电影主题曲 ，Yeah Right。然后当时那个学英文就学着跟着唱 ，Raindrops Keep on My Head。我们年轻时候的梦啊，你看。哇！哦，还有这个了，这种就是经典的了。哇 ，Beatles， 这种经典的了。听说 Beatles 是你的最爱。是我的最爱。其实现在都还是，现在都还是我的教科书。是不是也因为 Beatles 你才开始真正觉得说唱歌可以变成你的一生的一个梦想？最主要是 Beatles 给我的感觉是，并不是说有一首歌我唱了我就红，我就跑去唱，去做那首歌的过程里面是很快乐的。华健是台大校园里面的一个风云人物哈。我们我们中午下课的时候经过那个普通教室，都看到很多同学在围观华健在唱西洋歌曲。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唱歌呢？我有逗过他。他真的，一听他唱歌就知道他是个很棒的医师。华健，你很坏哦。那你给我几秒钟就好了。张姐是很早就找我去参加电影的工作。我是专程来谢谢你帮我把外婆葬了。你别了，你好像从来没有谢过我。我演过戏以后，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很棒的歌手。你听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中文歌什么歌？李健父，《龙的传人》吗？来，找到喽，这是我们的中文黑胶。耶，谢谢。老板，你需要做这种事情吗？哎，有没有做华健？别，等一下，我先讲完这个。录音室就是录这张。对，第一个。哦，我的天哪！那我的就算了，我这个是复刻版。
哦，OK， 是后者再出的。对，后来再出的。哦，我都不晓得有这张唱片呢。其实原来只出 CD。你知道吗？我这张唱片是滚石唱片的00几啊？哦，003应该是003。第3集。第3集。那个时候还没有排到位置。对。001是潘越云跟吴楚楚的。啊，对。第2张是那个陶大伟跟孙越。呀。嘎嘎乌拉拉。嘎嘎乌拉拉。其实原来。各位观众，刘德华。啊！终于找到你的了。哎呦。呀。你看还有签名哎。是。龙的传人。这个我待会把它偷走好了。对，这就是你第一次听到的。对，我在应该是这样说吧。早期的时候我们都听英文歌，对。直到有一批台湾的校园民歌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龙的传人》应该就是其中一首。是。然后发现哇，整个录音都很达到水准，然后歌词曲都很美，然后唱歌的能力也很高。是。然后当时就学他的声音，就学了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一条江啊。那个时候就学他。咬字非常清楚。是。那就后来来读书，李健富刚刚有告别演唱会，我说已经告别了。对。怎么那么快就告别了？对，哇！我人都来了台湾了，然后可以终于看到他一次演出了这样子。然后当时呢就要去买票，我穿了一个蓝色的衬衫，浅蓝色的牛仔裤，然后咖啡色的鞋子，然后骑着一台摩托车，骑车就去工学社去买票。就看有一个人穿着蓝色的衬衫，浅蓝色的牛仔裤，咖啡色的鞋子，我就刚好在后面，大概互相看到撞衫。回头一看，他的摩托车在我旁边，他那个摩托车这颜色也跟我一样。演唱会开始了，我就拿着票进去，他坐我隔壁。第一件事情先检查他的衣服，哎，幸好今天不一样。哎，我觉得你们俩应该交个朋友。就是一个结拜兄弟啊，真的。真的。应该结拜。对啊。为了李健富。对啊。后来就去找他的唱片，然后那个同学还跟我讲说，唱片封套是在那个淡江大学拍的，然后我后来去淡江大学也没找到这种。可是我的确跟那个同学去了玩了整个下午，他就看到个红色的门，他就在这里拍的，我就过去拍2张照片这样，我就满头都疑问这样子。那你有没有找到这个柱子呢？也没有啊。你没有找到这个？没有找到柱子，什么都没有，就一个红色的墙。好，你今天带我到那么多地方，我要带你去个地方。嘿 ，Let's go。OK。我们又有一个新的地方，以后可以来的了。是的。好。老板，谢谢啊！谢谢，拜拜。好，走喽。哎，华健哥，这里有一个你的超级粉丝，他也是个艺术家。你好。不敢当，幸亏。你好。我有准备的礼物，那我把你跟他们合一个，就是你们合照4+1。你终于跟他们一起了，对。你在台湾住了这么多年，你有来过这里吗？没有来过，听说过。这个是孔庙，然后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门？哦。你记得李健富那个样子吗？对，他穿一个唐装啊。我们有没有唐装呢？真的假的？好，最重要是照这一张，这张是在我看啊是，应该是这个，对，这个。可是你要站在下面。哦 ，OK。他的眼神是这样子的，再看。我很认真的。我找人来教你那个眼神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教一下？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李健富？你是真的吗？照相。谢谢你们。我不行，找到这个不容易。现在。你知道吗？你圆了他的梦。谢谢。我刚碰到华健的时候，他当新联的助理呀。他坐那个椅子啊，就是我们小学那个课桌椅，那就剩这么大。是。然后一个人坐1/3板凳这样坐。没有，我知道你来了。没有，我知道你来，你不在的时候我都随便。
我真的回想一下，我觉得我们的青春时期是非常的快乐，并不一定说是有多少的钱，或者是多少的，是不停的在创作一些很有趣的事，很单纯，对，纯粹的那个东西，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给了我们很多这样子的空间。是的，机会还是比现在大很多。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而是他们的环境变复杂了。对，选择太多了，媒体太广泛呀。我们那个时候说要千里马找到我，然后现在后来说啊，我很高兴，现在有个平台，我写的歌摆上去就好了，自然有人认识。当那个摆上去有200万首的时候，对，你还是要等个千里马。这边。我很年轻，我可以跳。我以为迁就你，我再跑那边去。我们这个念诵会呢，其实是给年轻朋友的，所以当我们发出就说周华健的念诵会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了很多很多的文本进来，而且有很多都是你的粉丝哦。OK， 我们请黄上扬。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车祸？我那天就是在国道上面就被后方撞上来，来车追撞。对。然后是很严重，是我看到这，我剩下手上这些都还是很多的伤。对，蛮严重。然后那时候就是副驾的学长就走了。哇哦！然后我算比较幸运，就是就救回来。哇！你觉得那次车祸对你的影响很大，是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不能在这个状态下，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人给我鼓励的话，加油啊，社区媒体等等，我其实都不是很想回，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在这个当下，我会走不出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有趣的来改变这个氛围。想法很好，对啊，这个想法非常好。是，你曾经经历过很穷，对不对？其实现在也是。怎么还不瘦下来的那么穷？你最穷是多穷？可能5号领钱，然后这个月底剩100。没有要交朋友嘛，我都跟他们借过，都借过啊，要还就是了。我那时候也经历过，曾经身上只有20块钱，20块钱我是要坐公共汽车回去呢，还是去买个面包？真的，我真的经历过。哇，是啊，可是后来我还是决定买个面包吧，还是装在这里比较实际一点。我买很多面包。好，谢谢。好，谢谢。好。你觉得你那个时候你的经济状态还没有到很稳定的时候，你就这么大胆的说，那我们就组织一个家庭？没有，是他养我。我一点都不骄傲啊！我一点都不骄傲。我的薪水刚好够付房租。可是其他吃了什么就老婆的薪水了。现在我没有很久啊，这个大概5、6个月也蛮久了。5、6个月后我就有广告的收入。应该是这样说了。其实我原来只唱民歌餐厅的时候，我收入很高的，后来当了助理，我助理是6000块，结果一当了助理，我真的太爱在录音室里面工作的那个了，我就把那个就开始吃掉了，吃掉以后就真的没了，只有6000块。哇，你那个时候也算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我想你们大家是不是都有些事情想问华健，是不是？我想问华健哥，直接去唱片行当助理，在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感到焦虑？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就是前阵子正在投履历找工作，就是正在这个人生的交叉路口。对。你才刚刚开始，怎么会到交叉路口？你还远得很呢。OK， 你才刚刚起步往前走。这个好。我自己都问自己这个问题。那。重点了，如果我当初进了唱片公司以后，我自己没有心理准备要去拆解到底唱片是怎么做的这个心理准备，我就不可能会得到那些乐趣，我就不可能会增加我更多的信心。因为我一去到录音室，1千个按钮在那边，我看到那个录音师怎么在操作它，我问他这个是负责什么，这个干嘛的，我慢慢学会更多。我以前听唱片只是从我的角度听唱片，我现在是从唱片里面的角度，我要调什么声音让你听，哇，另外一个世界。我喜欢的那样东西，我要知道它的 ABCDE 是什么呢？
你还记得你写的第一首歌吗？哎呀，哎呀，不要哎呀。应该是眼眶之中吧。是呀，当初的那首歌。对，我真的很想听华健，不要用唱，用念眼眶之中，这因为一定他写的词嘛。是。那个词一定是对他来讲，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词嘛。你愿意念吗？我没关系啊。不是啊，这种那种年轻人的那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哎，你那个时候就是年轻人呢。我知道。你念嘛。我以为要背呀。你会背吗？原来准备不行。好。让我再次看你一眼，让我来到你身边，让我问进你心里，让我触动你的真挚情感和伤痛。就让我们轻轻回想许多过去的时光，让长久孤单的心灵不再受伤失望，能看见更远的地方。Oh my god！ 完全不让我知道。我们让浩安把这首歌念给你听。好 ，OK。我眼眶之中，那泪水是滋润心灵的甘露，不愿折去，今世无尽。我眼眶之中，那泪水将洗去所有的痛楚。我看呀看着，让我看着，你是否知道我为谁而哭？就让我们轻轻回想许多过去的时光，让长久孤单的心灵不再受伤、失望，能看见更远的地方。浩安，你好，你有没有问过你爸爸，当时为什么会写这个歌词？原来他也以前蛮文青的，蛮文青的啊。其实我发觉很多男生写歌啊，是一种魅力，这是一个把妹的一个很好的。你看哇，我已经看到 David 他们都在点头，会写词，会写歌，会音乐，是不是比较容易把妹呢？我是去学煮饭。哦，其实以前我们是女生要会煮饭才能够留得住一个男人，所以一个男生会煮饭才会留下一个好印象啊。哇！你原来煮饭是为了这个？我以为你准备要照顾我。喜欢听爸爸的歌吗？开始就没有感觉。就是爸爸是一个在家里喜欢鬼叫的人。OK。小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嘛？跟他讲 Hello。你不喜欢在唱那个忍者龟吗？哎呀，好烦哦那个。爸爸跌倒在这个地上，他头痛了，好歹衣服变湿掉了。我小孩周厚安嘛，他大概3、4岁吧，在公园玩，有人就问他。小朋友，你是谁家的小孩啊？然后我们的厚安就很可爱的回答，他说我爸爸叫我不要告诉人家他是周华健。谢谢我的宝贝来。哎呦，那个太简单了。唱。哎呦。轻轻的我的宝贝，轻轻的我的宝贝。他准备要出生之前，我的歌写好了，歌词还没填完。他出生后的第一天，我抱着看着他，就莫名其妙那个歌词都写完。我觉得哇，这个事情太好了，亲亲我的宝贝，我就写完很高兴，因为我希望我父亲能够为我写一首歌。可是我父亲不会音乐，今天轮到我现在当父亲了吗？我就写一首歌。我其实很喜欢那个
明天我要嫁给你。哎，对，真是你写的啊？是啊，是。哎，什么意思？而且很多人都搞错了，就是对，都搞错了。因为我当初听到这首歌，我也是喜欢的不得了，你知道？然后说啊，周华健写，我想说真的是你写的吗？可是真的是，你为什么你是第一次用，把自己放在一个女人的一个呀？因为在我那个年代里面，轮到我真的吉他拿起来有写一首歌的时候，这首歌做完出来以后，他像了谁？我不要像谁？可是我没有办法，我那个年代里面都是大师啊，李宗盛、罗大佑，然后你把那个词堆完了、弄完了、唱出来以后，就是很像李宗盛的歌。你把那个词的风花雪月摆一摆，就是很像罗大佑的歌。那我怎么办呢？我没有出路啊。我没有说，后来我一对比的时候，发现，我的声音是一个有可能可以发挥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唱的比较高音一点点，娇一点点。如果我现在写一首歌是完全不是周华健的，它是一个女生的一个独白，那我就绝对不会是李宗盛，我就绝对不会是罗大佑。于是就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能不能够用完全不是我的角度，我一唱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子的心情，而并不是我娘娘腔。那我想问你是你先唱还是王菲先唱？我先唱啊！你听我说哈，好可怜哦。我先自己的歌都不能认。我先唱完以后，这个歌叫王菲在唱。哦 ，OK， 是这样子。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很特别了，应该说。对。后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题外话啊。作为我们艺人的第二代啊，是不是都有某一种的包袱？有，真的有啊。我觉得真的有。不知道，因为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很不愿意我出现。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是不是？一模一样，就很奇怪，就说我觉得我有那么见不得人吗？你知道？真的。那当然，你说15、16岁学校里那个是很正常的，你知道？这个我可以 understand， 就是妈妈进来就尤其儿子，你知道？那可是等他再大，他在做事的时候，他就是很不愿意，他从来都不告诉人家他是我的儿子。知道？他很排斥这个事情。可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压力，而且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呢？就是一个陌生人。觉得他了解你一点东西，那个距离突然不见了，可是这个距离不是你自己赚取，不是你自己赚到的，不是你自己的互动，不是你因为你的个性，因为你的故事，因为你的经验而达成的一个友谊，是因为上面或后面的人，你认识谁，而不见得是你知道什么。是。可是这个就是一出生就有的。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你们自己给自己的包袱，你们可能人家认为说，因为你是周华健的儿子，所以其实并不一定有。没错。Right？ 就算你是谁的儿子，谁，It's OK， 你知道，对不对？大家都有爸爸，对，大家都爸爸妈妈，对不对？告诉我们一下，你心目中的这个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个爸爸？我觉得他是一个，一看之下，你可能会知道他的个性。可是，当你去熟悉他，去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层次跟内涵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会想东西，可是他呈现都是已经完全处理好。他会呈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数学答案，可是他不会给你看他的笔记。OK， 所以是个非常不好的数学学生。生你者是我，知我者是你。哇！我知道你有一封信写给爸爸的，是不是？对呀。念给爸爸听好吧？你是不知道？好 ，OK。没有，你没有。OK。你不会有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是，对。搞得很紧张了。你不要紧张，是我写给你的。是你不要掉眼泪就是了。不。我达到你的期望了吗？其实我知道答案。3月14号，你看了斯卡罗的预告片，至少你跟我说了 ，I'm proud of you。当然，你更早以前有跟我说过，不过那个时候好像不太算。我觉得这一次不一样，这次我觉得你看到我，也许这是一个你比较懂的方式吧。因为我知道我一直都在你眼里，只是有时候没有感觉到而已。
没想到，30岁的我听到这4个字，差点在路边哭了出来。哇！我也许是一个男人了，可是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孩子，而且我以你为荣。Oh my god！ 小时候想要出人头地，就是想要摆脱你的阴影。现在呢？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其实觉得他们一开始的那些段落，我觉得你会猜到，一个30岁的爸爸，那个年轻表演者，然后跟他爸爸的姓，然后之后有的没的。参加完这个节目以后，还让你觉得你爸爸其实蛮笨的。我就没有，真的一点都没想到。这证明了一件事情，你很相信别人，你很天真。哎呦，我真的没有什么，就完全想不到，你一出来是真的吓我一跳。而且最好笑是，你后面接上来的时候，我没认出你的声音。你对我那个声音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个年轻人，然后他们在干嘛？就突然有一个傻傻在那边把后面接上来，然后那个惊喜是够的。其实好事，对节目来讲是好事。对一个爸爸的角度来讲，稍微蛮大的。你还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时间来到了70年代中，70年代中正值是我的高中。当时我们家隔壁住了一个常常考第1名的书呆，于是，在理所当然的状态下，他家里就会有一个很爱现的母亲，常常用那种串门子打酱油的那种方式，以这个为名，到处下访。实际上，他是在宣传他家里的那个天才小孩的傲人成绩。香港那么大，华富村有那么多户人家，密密麻麻的，为什么他要住我隔壁呢？他曾经在我家里客厅发表过这样的伪论：我家那个傻小孩啊，选那个志愿呢填错了，在第1志愿上面他填了一所名校，现在考上了，你说怎么办？坐在没多远的我，听到了，真人真事，我恨你全家。谁不想成绩好，扬名声，显父母？父母期许小孩成绩优异，望子成龙，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当我力有不逮，人自然就会倍感内疚，倍感不孝。我的高中年代都是在郁郁寡欢、胆战心惊中度过的，既没有成就感，更没有任何精神寄托，剩下的只有内疚感。谢谢。华健，我爱你，你是永远的少年。他们都带了一些东西给你。好。哇哦！
这个是一个医生袍。OK。那时候我们住在医护大楼，没有这一间是进不去的，所以就只有冒充医生跟我们进去的。对，管理员看到非医生不能进去。我们是歌星到他家去，那个衣柜打开，那个橄榄球的那个队服，你知道他是什么？他是配角，他是负责捡球的。我觉得华健虽然是配角，他没有想到以后会当主角，可是当他当了主角之后，他会顾及所有的配角。谢谢，这一点就是我最谢谢你。